在地上微小的一个震动传到电离层里面呢，常常会放大大概将近10万倍到100万倍，所以你地上小小的跳动，你上面天上就听得到。也就是说，地底下讲的很小很小的声音，天上讲的是巨大的声音，就是它震动就非常大。所以电离层呢，在高层大气里面，它就扮演了有点像是超级麦克风。台湾呢是全世界算是少数拥有电子浓度还或者电浆浓度最大的地方。那电离层又是在我们周遭环境里面最大的地方，说我们是最浓的地方。当时我是想要做地震的跳动，然后怎么会不会影响到电离层里面？它是一个像一个超级麦克风，所以我想要知道地面上的跳动会不会传到天上去。结果意外的发现说，电离层它也会影响到，就是同震的时候它也会影响，后来台风也会，海啸也会。电离层是扮演了一个放大，等于是把太空浮标装在电离层里面，所以无远弗届，我就可以知道海啸要不要来。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说有这个东西，结果大家都不太相信，就像跟他讲的，一开始我在地面上都量的只有1公尺高，你跟我说它上面震动将近有几十公里、几百公里的这种抬升呢，那时候他就不太相信这个。那我花了好久才去说服人家说，你又不能证明，你也不知道它可不可以用。结果2004年一直到2011年。它又发生了这个日本的东北地震的这个海啸，那时候我去了会场的时候，就跟他谈说这是显而易见的。所以一件事情的发生，科学的这个3部曲就是一个是告诉你那是错的，第二个你又不能证明它，最后一跟你讲说大家都知道啊，你为什么你不知道？所以大家有什么意见都没关系的，科学本身就是存有不同的角度去看。乍看之下，太空好像距离我们蛮遥远的。可是其实太空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，因为它是整个的生活的发展，自动导航、驾驶、定位、导航、量测，我们在用。可是你并不知道那个是我们太空的一部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生活已经进入到太空时代。因为现在的发展，以前做人造卫星都是用吨来算，现在的人造卫星大概都是以公斤来算。很有名的就是3公斤到6公斤，甚至比较大一点的话，大概就在20公斤内的，属于叫做立方卫星。台湾目前保有的这个经验是在地面追踪、遥传追踪、指令站资料传输这部分。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太空人造卫星的制造，我们的速度非常快 ，OK， 因为我们的高教的基础非常好。所以很快的就可以整合起来。教育部目前已经有几个计划，像我们跟德州农工大学就 Texas A&M， 他们有一些其中还包含了太空科技，这两边的老师、两边的交流、学生的交流，还有国际合作计划都已经在进展。我想任何一个世代的学生都有他的特质，但是做太空的，尤其是做太空工程这一部分的学生呢，他们都有一个必须具备一个特质。那就是一定 deliver， 就是一定要使命必达。因为像我们在做人造卫星的时候，一个团队大概都是有5个到10个学生在做，那每一个学生都要负责一块这个元件，任何一个螺丝如果不能完成的话，就会出问题。太空事业最大的特征就是它不太可以去竞争，而是你要竞争是要对你自己做竞争，要把你的东西做得更好，能够同时能够协助另外一边。一个是 redundant， 就是我这条路如果万一不行，有备案方案，一定要赶快出来救。所以你在和同学、学生人与人之间，你不但要做自己的，你还要想办法去配合人家，能够跟人家做一些重叠，能够协助你大家。所以团队合作是成太空的第一要件。太空的东西基本是蛮全面的，从机械、土木、数学、化学、电机，你能想象到的，包括地科系地质系、大气系，你到星球上面，到不同地方，你所接触的都会接触到。各行各业，其实只要能够把自己的本行东西技术学好，永远都有机会，都会需要你在这个太空的科学跟科技的部分呢，就要希望你能有机会把那请到你来参与，然后把这件事情给完成。综合起来，我觉得年轻人只要把自己相关的学习呢，充分的发挥他的潜力就可以了。